记忆中就比较高光的就是那个胡九万嘛。谁敢横刀立马为我胡大将军啊！真的太强了！四杀飞机，哇！最佳中单是小虎。今年我们队伍需要我去转上单，虽然我已经打了7年职业了吧，但是我对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我还是非常有兴趣。20年打完之后嘛，俱乐部方面还是很努力的在找一些上单选手，最后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上单。然后当时我就在想，德杯的时候反正也有那个调整时间，就要不尝试一下。我们其实都不太看好，就是说实话，就是觉得 LPL 有很多很优秀的上单，不然就是转上，然后会不会不好？其实刚刚听到主持人开始喊出上单小虎的时候，有点泪目。就感觉是一名老将，然后放弃了自己多年的位置，重新出发的感觉。这波感觉沟通都没有特别好，就小虎的位置，然后和正面 Crying 的位置，又和正面想要打大龙的3个人的位置，都有一些脱节。我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吧，没有想到就是过去之后直接那个小组赛淘汰了嘛，然后也当时整个人比较懵，压力确实很大，还是打过那个退堂鼓的，这个其实是今年压力最大的一个来源。古代人进是在干什么？眼睛啊。别人都叫他虎大将军，不熟的话就看着比较严格吧，但是熟了之后就感觉他性格挺好的。在家里边我是最小的嘛，然后我有2个表哥，然后还有他们的几个好朋友，我是经常跟他们屁股后面一起玩的。不过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嘛，我可能就是那个被欺负的那个。当时我哥哥带我一起玩这个游戏，买的第一个英雄是孙悟空。然后不自然的就发现我自己打排位干嘛上分还挺快的，利用这个优势嘛，也是找到了队伍。春节过后，那个时候是一张中午的机票，河南那边还在下着大雪。那天早上我一直没睡着觉嘛，然后我也一直在催着我爸赶紧去机场干嘛的，快要起飞了嘛，我就感觉我爸就是好像是故意拖延一下时间干嘛的。年轻的时候嘛 ，GT 开始打那个中单，然后到 RNG， 然后世界赛一直进。其实我刚打职业，我还是属于比较懵懂的阶段吧，很没有章法的。我是从16年的时候才开始高速成长的，有一个选手兼教练的 Mata， 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成长。我在他们身上反正能看到很多冲劲，就特别想表现自己，证明自己。这样子的话，也可以作为一个榜样去带领一些新选手进步吧。天赋的话，是一种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吧。职业选手这条路真的，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披荆前行。记得跟我好好沟通一下，因为我知道你的难处。我们强化了下路的话，可能你就会难。今年我去转上单嘛，特别多的英雄我是需要去练的。剑姬、船长、武器啊这种英雄，我可能就要玩个很久很久的。不仅要在短时间练出来，还要去面对那些世界上很顶级的上单选手。一开始转上嘛，就一些英雄什么的，有时候就玩得不好，就看着他一直死，挺难受的。小虎这个走位也很细节啊，往上走位躲过了这一撞，是被迫开启了大招，劝退一下，但是伤害有点高。下一个平 A， 哇！上路又打起来了，有差要变大了，直接拉，反手推了过来，这方被逼线了。小虎很危险，他不要被单杀了，一个500块钱被泽善拿了下来。我是那种一个常规赛都不想输的那种选手，希望我每一场比赛都可以发挥得很好。
想办法打出一些优势。春季赛每天都在练习，我没有感觉到他有把这个失败辐射给别人，我就是给他一些第一视角的推荐，刘宝啊、冰啊、的帅啊、可汗啊，他会从不同的第一视角去做一个对比，去吸收每一个人的优点。来看我这里，后来也是一路坚持下来了嘛，既然要做就做好一些，让队友看到你想进步的那种决心。那这波小虎挺危险的，来到中路，大招踹回来，结果的话管有点危险，加料交大招，快一反手拉了一下，但是自己的人头是被流星盾拿下来，上路是两边都打成了残血，小虎一闪单杀了小虎，哇！RNG 拿下了2021真的是皇族永不言弃啊！从败者组一路杀上回来。 Here are your MSI 2021 champions, Royal, Never Give Up。就是小虎从一开始转上路，被很多人在那里等着，说的难听一点，等着看他在上路的笑话。这是真的，有很多人可能是抱着这个心态，但小虎他就默默地练起了纳尔，用起了卢锡安，然后用每一场完美的表现打破了所有人的质疑，努力加天赋，哇，真的是太令人动容了。You are officially the first player in League of Legends history to win a title internationally in 2 different roles. Does that add to the sweetness at all? 我现在的话还是把打职业当成一个很纯粹的事情。我的话，我玩游戏就只有一个目的，获得胜利。我还是觉得现在有很多刚打职业的小孩进了职业，还是抱着一个玩闹的心态吧，也没有特别想去拿个冠军啊，打一个很好的成绩怎么样的，就可能自己打了职业也有一份不错的收入，就很帅，然后周围人也很羡慕。我觉得这种心态不是特别好吧。打职业的话，还是以冠军为目标吧。屏幕前的召唤师们，欢迎收看2021全球总决赛 LPL 赛区的资格赛这场红黄大战 ，W 对阵 RNG， 两边战队都已经蓄势待发，摩拳擦掌了。之所以 RNG 能够在前面的战绩能够打得这么的好，我觉得也得益于他们在这个赛季，很快的能适应版本，包括小虎能快速的适应上单，这些带来的体验。他练英雄的速度是真的相当之快。RNG 现在已经是距离 S11的一个世界赛非常的接近了。是的，而且他们这波想直接进去把游戏给结束。正面香格子还在拼命的清线，但是人家奇力已经把 Prince 配合上科学第一火炮给炸死了，又被融化掉了。这边嘲讽到了一个瑞尔明星，直接摆给右边的门牙，应声倒下以后，小虎直接滑到了对方的圈子面前，开了一块表，他回关子把背上放到了右边，虽然有一块表，但小虎还在圈子里面试着跟上他的一个子弹，正面突来的一个英雄登场，但是这个英雄来的有点晚了，双喜在圈子里面还被嘎啦跟上了一个 Q 技能 ，RNG 拿下了这场比赛3比0，前往 S11。我们也恭喜 RNG 作为3号种子，将代表 LPL 出征 S11。英雄联盟的话，就基本上相当于我第2段人生吧，也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纪念的一段人生经历。到了现在的话，也算是一个互相成就。我离不开他，他也需要我去扮演这样一个角色。